佢人人都叫佢做陳生，查實佢唔係姓陳。佢鬼馬風趣，表面上係一名車評主持，暗地裏其實係模型高手。佢開朗活潑，獲獎無數，中環模型車壇50載，講下笑啫。認真嘅係佢自出娘胎已經中意模型車，小學已經膽粗粗參加模型比賽，97年初嘗得獎之名，依家拎獎拎到人哋唔俾佢參加比賽咁滯。今日佢決定公開佢嘅模型秘笈，希望將累積多年嘅功力傳授俾有志之士。大家準備好未？架梁興趣班。大家好，又嚟到新一集嘅架梁興趣班啦。咁好多人都以為我今集係找數保時捷 RSR 啊，咁砌緊嘅啦，即係需要啲時間嘅。我係有準備嘅嗱，咁有關佢嘅資料書籍啦，呢本好珍貴㗎。咁啊，我亦都 download 咗好多真車嘅資料，咁砌呢啲車咧係需要時間嘅，我係需要做好多資料搜集嘅，絕對不能錯。開緊工㗎啦，等多陣，耐心等候。砌模型心急必死，記得嘛？咁啊，言歸正傳啦，咁今集嘅題材都係車，不過係坦克車，坦克車都係車嚟㗎嘛。咁架梁係我嘅 channel，我中意拍咩㗎啦，咁講笑啫。最緊要係你哋中意睇，咁係咩坦克車呢？噔噔噔噔，就係呢部坦克車啦。咁坦克車都係車嚟㗎嘛，咁好多人都以為第一眼睇到呢部坦克車就係軍事作品啦。咁實情呢，我就唔係呢一範嘅。咁實情佢係咩呢？勉強你當佢係科幻作品啦。咁啊，先介紹呢部車啦。呢部車叫做多炮塔戰車，佢有個名嘅叫惡役1號啦，唔係護翼1號啊。護翼就係另一樣嘢嚟㗎。咁啊，比例係1:72。咁呢部係一部塑料嘅模型車啦，咁出咗好多年嘅啦。早期嘅時候，即係由一間叫 Tasca 嘅模型廠推出啦。後期咧 Tasca 咧就將個模具咧就賣咗俾另一間廠叫 Asuka， 咁啊重新再推出過一次啦。咁我買嘅就係一個新版嚟嘅。點解我話佢唔係軍事作品呢？因為現實中咧呢部坦克車就並唔存在，佢係空想出嚟嘅。咁邊個空想出嚟咁巴閉呢？我嘅偶像宮崎駿，我自細咧就非常之中意宮崎駿嘅嘢㗎啦。好細個記得高立的未來世界啦，除咗嗰隻腳趾可以夾起個人之外咧，咁我對卡通片入邊嗰啲機械設定咧，我係覺得歎為觀止嘅，好有重量感，好有機械嘅味道，好粗獷，我係一見傾心。咁一路都中意呢啲嘢㗎啦。咁宮崎駿後期嗰啲咩風之谷啊、天空之城啊、龍貓啊，乜鬼嘢我都睇晒嘅。咁呢啲係大家好熟悉嘅嘢啦。咁其實咧，宮崎駿咧喺早期咧，佢係有畫過一啲類似漫畫嘅嘢。咁連載喺邊度咧？連載喺90年代中期一本模型書叫《Model Graphics》入邊啦。咁佢就有個叫做宮崎駿嘅集相畫集，咁啊連載咗一啲關於啲戰爭嘅漫畫啦。咁入邊嗰啲機械設定咧，全部都係佢設計，而其中一部由佢設計嘅戰車咧，就係呢部惡役1號多炮塔戰車。佢係好多個炮塔，你見到哇，周圍都炮塔。而我覺得佢嘅形態呢，我當時睇到係第一眼深深吸引嘅，因為佢有一個環繞成個車嘅履帶啦，佢有好多窩釘啦，嘅車圓揼揼啦，好係佢嘅 style。我一見到呢，我就哇發晒光。而喺呢本集相筆記嘅畫冊入邊呢，有幾幅關於呢架車嘅彩繪啦，其中一幅咧就係呢架車嘅透視圖，只係得一幅。咁呢幅插畫咧，我都對咗好多年㗎啦。我一直都喺度諗，有冇辦法將呢幅 cut away 嘅透視圖將佢模型化咧？咁諗下諗咗幾年，終於都鼓起勇氣，用咗1年嘅時間，將呢部原本普通嘅模型變成咗
你如果喺呢邊正面睇呢，就係同嗰幅插畫係一模一樣嘅。咁交代翻呢架車嘅少少巴閉嘅歷史啦。咁2016年嘅時候呢，我就帶咗佢去參加香港比例模型會嘅公開賽啦。咁就僥幸攞到科幻組冠軍啦。因為佢唔係現實嚟噶嘛，所以歸納去科幻組啦。咁啊，好彩攞埋個全場總冠軍啦。咁係第一次科幻組別攞到呢個大獎嘅。咁啊，我都非常之高興，多謝當時嘅評審先。咁啊，其後隔咗2年啦，2018年呢，我又帶咗呢件作品去咗參加全亞洲最大嘅台灣RF 模型比賽啦。咁亦都好彩地啦，攞咗科幻組嘅冠軍。咁暫時嚟講，依架車就係我喺模型生涯上邊攞獎嘅最大嘅成就。至於佢實際上係點砌呢？既然咧就決定劈開呢部惡逆1號呢，咁下一個步驟呢，就係要諗點樣去劈啦。而可以俾我參考嘅所謂資料圖呢，就係得筆記入邊一幅插畫咁大把。大家照常理去諗，咪一刀垂直劈落去咯，啱唔啱先？嗱，起初呢，我都係咁諗嘅。但係問題就嚟啦，如果垂直劈落去嘅話呢，車身呢就會變得好窄啦，立體感呢亦都唔會夠強，亦都冇辦法展示到每一個間隔嘅應有深度。最終同朋友研究咗好耐，就諗出咗呢個比較立體同埋有層次嘅刀法啦。佢唔會影響到作品嘅觀賞性之外呢，而且咧從水平嘅角度望翻過去呢，都係同原畫係一樣嘅。呢一點呢係我要堅持嘅。用鉛筆 mark 好啲落刀位之後呢，今次嘅手術工具呢，就係用電動嘅小型鋸片，小心手指啦。到間房嘅時間啊，又係另一個難關，因為模型同畫稿嘅比例呢有好大嘅差異。例如模型嘅中央履帶偏前咗啦，需要切佢出嚟移翻後啦，而騰出多啲嘅空間俾翻下一層嘅駕駛艙啦。所有嘅間隔板咧都係用唔同嘅厚度膠片搭成啦。施工嗰時咧，除咗要考慮接近翻畫稿嘅比例之外咧，更加難嘅地方咧就係要做到間完房之後咧，坦克嘅上下車身咧仍然可以好輕易咁拆開。因為如果你唔咁做嘅話咧，就冇辦法方便做好多次嘅試位，同埋做唔到入邊嘅精密佈局同埋上色。單係呢個好似好簡單嘅基建過程呢，記憶中呢都搞咗成個禮拜。之後嘅步驟就係整坦克車入邊嘅內構啦。模型原本呢就係一個空殼，所有嘢呢都要自製。更高嘅難度就係資料就係得一幅圖咁大把啦。每一間房嘅深度啊，入邊嘅內構啊，前後擺位呢，都係靠斷估同埋幻想出嚟嘅。好彩即係砌模型咁多年，啲保密箱呢都有好多坦克車嘅零件呢，都叫勉強啱用啦。黐下改下都達到90%嘅形態出嚟嘅。其他改唔到嘅地方呢，就用膠片啊、膠條啊、啲塑化泥膠攣出嚟啦。雖然呢，佢係一個科幻嘅作品啦，但係心裏邊呢，我總係希望盡量合理化嘅。到最攞命嘅環節啦，就係遍佈喺坦克車入邊嘅22隻豬士兵啦。模型本身係包埋嘅，不過數量呢就唔夠嘅，而且全部嘅姿勢呢都係一碌木咁企喺度啦。咁解決辦法呢，就係買多盒用嚟湊夠數先啦。至於嗰啲豬仔嘅造型就真係大鑊。為咗要將啲豬士兵忠於原畫啦，所有豬仔呢都要進行整形截肢手術啦。程度大過啲明星去韓國整容啊。包括將佢哋切碎成好多件組件啦，再用混合筆地重新猜嗰啲姿勢啦。而且間出嚟啲房呢，又
太過似香港啲南米樓啊，所以好多豬隊友呢都要減肥啦、改低隻耳仔啦、改矮啦。單係服侍呢班友呢，就足足搞咗我2個月。而除咗豬之外呢，車入邊嘅座椅啊、炮彈啊、沙包啊、被鋪啊、廚具啊、火腿雞蛋啊，都係我白手整出嚟嘅，真係人都癲。車身嘅改動呢，就係另一個重災區啦。惡逆1號嘅設計呢，除咗好多炮塔之外呢，另一個特色呢，就係全車滿佈咗好多樓釘。原裝模型係有啤到落去嘅，不過太細粒太工整啦，冇咗宮崎駿筆下嗰啲粗獷嘅味道啦，所以決定全部剷走咗佢，重新轉窿啦。之後再用唔同大細嘅膠釘鑲翻落去啦。咁啊，點不知原來足足有800幾厚，真係傷到眼都盲咁滯。其餘嘅改裝呢，仲有用啲開稀嘅筆地搽落去坦克車表面，以提升佢嘅粗糙感啦。咁啊，全面轉晒啲金屬炮管啦，樓梯係用銅枝屈過啦，改用啲金屬嘅散熱網啦，避震機嘅彈弓亦都係用銅線翹成嘅。上色方面呢，可以揾到嘅資料呢，都係得幾張插圖嘅啫。咁啊，惡逆1號嘅設定呢係由迷彩嘅，參考過其他人嘅作品呢，有啲人呢就油咗個硬邊出嚟啦，有啲人呢就用軟邊嘅。而我起初呢都係傾向軟邊嘅，不過搞出嚟嘅效果呢，好似長頸鹿咯。咁啊，都係洗翻佢，重新噴翻軟邊啊，好似啱啲。成部作品呢都係用近期好流行嘅水膠彩 acrylic 上色啦，車身要做好多舊化、甩青啊、泥濘啊、漸變嘅效果啦。房入邊嘅擺設呢，亦都要加強光暗變化去突顯佢嘅立體感同埋漫畫化啦。最攞命呢，就係22位豬大哥，全部都要手油，真係諗翻起都痛苦。咁啊，剛才嘅片段呢，就係解釋咗我點樣用1年嘅時間去整呢部惡逆1號啦。咁啊，最後呢，我都想講呢件作品呢，都可以話係我模型生涯入邊最搏命、最用心機嘅一次啊。咁啊，好彩地啦，佢亦都為我換嚟好多獎項啦。諗翻轉頭呢，幾辛苦都值得嘅。不過咧，對我嚟講咧，呢件作品咧都未算完美嘅。咁出咗咩問題呢？譬如擺咗吉他嗰間房咧，你留意下地上邊咧，我就整咗部對講機出嚟嘅。咁啊，即係圖啊得一幅要靠估啊。但係原來睇下，我有啲朋友俾啲意見我，原來咧佢唔係對講機嚟嘅，佢係酒樽嚟嘅。啊，真係宮崎駿你陰咗我一嘢啦！咁啊，另一樣嘢咧就係原定嘅計劃咧，我係好想為每一間房加燈嘅，我亦都嘗試過嘅。但係由於啲房太細咧，用嘅燈咧只可以用一啲極微細嘅 SMD 燈啦。咁我曾經都嘗試過，效果係好嘅，但係我自己嘅焊接技術咧又唔係話好好咁。加上比賽嗰陣時嘅 deadline 咧差唔多到啦，咁都諗唔掂點樣去走啲線路、藏啲線、做啲開關掣，咁啊結果就放棄咗咯，留低咗一個遺憾咯。模型就係咁噶啦，冇十全十美嘅。但係幾年後而家睇翻呢件作品咧，我都會問自己，咁當時點解唔做好少少時間管理，快手啲、勤力啲咁咪得咯？都會鬧自己，點解啊，陳生搞咩啊？終於嚟到第2集嘅遊戲環節啦，正式玩遊戲啦！喂，咁同佢哋玩咩好咧？拍條片咯，人人都係 YouTuber 噶啦，試下拍條片睇下好唔好睇咯。只因佢構造令你貪。好答
地球啊，唔係喪屍而家未有地球，我哋趕住上車走佬啊，好尷尬喎。咁我哋只會俾2個半鐘頭時間佢哋剪嘅啫。咁啊，我哋嘅剪片咧會話俾佢哋聽可行定唔可行。3、2、1，鬆手。